现另一问。大家好，我是维维老师，今天来回答一个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如何学会自己喜欢的画家的风格呢？画出自己心动的绘画。学习别人的风格，本质上也就是破解他人的风格。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和盗窃开取宝箱非常像。那开宝箱你需要撬锁工具啊。单从写实绘画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有两套撬锁工具，一个是平面维度的，另一个是立体维度的。平面维度的撬锁工具就是把一切东西都看成是形状和颜色的组合，甭管你的风格是什么套路的图像，在我眼里全是色块。你看这张拉斐尔的画，我把它不停地放大，当我放大到3200倍的时候，基本上就全都是模糊的马赛克了。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等大的方形色块。理论上，我只要把每一个方块里的颜色都画对，那我就画出这张画了。根据这个原理，数字油画就是这么被发明出来的。数字油画就是把画面分割成一个一个不规则的色块，标好数字，填上对应的颜色。这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版的秘密花园，整个过程就类似于刺绣或者做手工，很解压的。有兴趣有耐心的同学可以来试一试。而三维体系的这把钥匙呢，还要加上空间角度的问题，它必须考虑转向和透视等相关的知识。所有这一类绘画本质上就是三维的投影，或者说它们只是三维实像的一个切面。比如这张图片，它这个线条之所以有这样的起伏变化，那就是因为它是完全按照解剖的逻辑去拆分的。比如说我鼠标箭头所指的这个区域，这一条线从这个地方到这里结束，就是因为三角肌到这里结束了。而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每一根线条结束或者起伏的位置，都跟它来自于哪块肌肉，是什么样的一个立体的形状息息相关。如果你对这一块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讲的一期关于形状审美风格的视频，里面介绍到拉斐尔的时候就重点讲了这里。所以用这种逻辑在画画的时候，脑海里其实已经想象了一个三维的立体效果，然后根据这个效果去做推演。那大部分写实艺术家其实是两个系统混用的，他不会单纯的只用某一个系统，这就是两套关键的开锁工具。当我们想要去破解某个风格的时候，这一套打不开就用另一套，反正总有一个能打开的方法。如果这两套都打不开，那说明你要学习的这个风格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风格，大概率可能是19世纪以后的了。特殊风格宝箱的开法我会在后面再介绍。那这里再强调一遍，如果你一套方法都没有，也就是说你既不知道平面钥匙的用法，也不知道三维立体钥匙的用法，那么你面对很多大师的宝箱你是打不开的。在这个角度上，你可以理解为学画画打基础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习那么一套撬锁工具的过程。过去传统学院派的逻辑就是建立在三维立体这一套的，而我以前多年的教学探索主要是完善平面这一套。你多一套体系就多一个开锁方法，有些在立体维度上看起来很难的问题，在平面维度上会很简单，反过来也同样成立。这是我自己多年学习大师绘画风格的切身体验。我把这两套不同体系所需要的关键知识点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网格表，按照一个普遍的绘画过程，也就是从起形到铺设到刻画的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了分类。由于绘画界对于知识点没有统一的术语，所以我只能以我直观的方式来表达，对它们进行一个非常粗暴的概括。事实上，这个表里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很多知识点的复合体，是一整套方法，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平面系统思维而言，这部分的内容侧重的教材比较多的有素描的诀窍，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还有平面构成，这是比较复杂接触原理的了。那像如何看如何画，30天学会绘画，善用左脑绘画，世界绘画经典教程，这些都是。不过最后刚才这一本难度稍微高一点点。还有相当一部分平面绘画的知识点是存在于画家的作画视频和他的脑海里的，还并没有被系统的阐述到教材里面。那么三维立体系统而言，这部分教材其实是素描界的主流教材内容侧重比较多，
我比较推荐的有学院派素描教程，这一部分适合已经画过一段时间绘画的，想要系统学习的人。更适合小白的是路米斯的这本铅笔素描的乐趣，虽然难度也稍微高一点，但只要你愿意去啃它，能学到不少东西。这是很多学院派大佬里面比较适合小白的一本书了。另外2本都跟伯里曼、路米斯相关。这一本是素描的原点，路米斯早年写的一个系统教材。这一本是伯里曼人体，在绘画界应该是大名鼎鼎了，他是路米斯的老师，主要是涉及到人体相关的知识。那么这些教材呢，都需要你拥有良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对于没有做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其实是相对难一点点的。所以这一类教材往往都不太适合小白，比较适合大白。大部分教材其实都是混用的，不会明确的说它只用了立体的方法，也不会明确的说我只用了这个平面的方法，只是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好的，肯定有同学很感兴趣，这里每本教材究竟讲了哪些知识点。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在弹幕里留个1，我以后抽时间来讲你们这些关键教材的知识点。如果你有了上述这些知识点，也就是说有了这2套开锁工具了，那接下来如何开锁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去试。你可以看到有些电视剧里面的开锁过程，总是把一根针插进里面来回试一试，先确定压力值，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测试能够解锁的位置，成功的那一刻会有明显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粗暴的来说，这种解锁的过程有3个阶段：试一试、找感觉、破关键。那么绘画风格的开锁过程和上面的逻辑是一样的。接下来我就来分别阐述这3个阶段里绘画的过程。先说第一个阶段，试一试。我们怎么去做呢？很多人会把大师的风格想象的特别难，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动手去尝试，所以对这上面的困难进行了很多假想。一幅画上面有很多细节笔触，它们就像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钥匙孔，有的是你能够打开的，你过去学习过有这个钥匙；有的是你知道如何打开，但你现在开不了。你过去可能看过某些老师示范过对应的方法，但是自己还没有练习过，所以操作能力还不到位。最后一种就是你看都看不懂的，从来没有见人示范过，也没有学习过类似技巧的，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在第一个试一试的阶段，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可以先找你感觉完全能画出来的那部分，先去试一试，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完全可以只挑某一个局部来画，不需要把全部的都画下来。这个阶段一般来说会有2个反应，要么是完全印证了你的想法，要么就是发现你以为你能画出来的，实际上画不出来。如果是前者，那你就获得了继续往下画的信心，困难被进一步缩小。如果是后者，那太好了，这就暴露出盲区了。一旦你能够把这个盲区搞清楚，你的绘画就会有所突破。以这条手臂为例，如果你掌握了前面2套方法的话，可能就会认为这条手臂还算简单，似乎用2条线就能把它画完了。那我呢，临摹了它的过程，我用3遍分别解析，在不同的阶段里，你会临摹到什么程度？左上角这一张呢，就是第1遍临摹。如果你眼睛够锐利的话，可以对比下面这一张上了颜色的，它几乎和原图差不多相当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位置画宽了，这个位置画窄了一点，原因就在于红圈里的位置画宽了，这个地方画高了。如果我站在平面角度的逻辑上去思考，那我就会认为是我的比例位置观察能力还不够，所以基本的比例判断不准。如果站在立体的角度上来理解，那我会认为是我对肌肉的解剖理解不够。你可以看到这个手臂的线条几乎是从这个起点一口气往下连接到手指结束处，中间似乎没有停止的位置。但如果我们掌握了解剖，其实这些地方都应该有所停止，重新有一些起点和结束的位置。这其实就是对解剖不理解，脑袋里没有用一种3维的方式去想象。那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呢，我们再临摹一遍。右上角这一张就是我第2遍临摹的效果。那么大家来看这一张呢，线条就画得更果断了。你可以看到这一条线我直接到这里就结束了，另外一条线从这里开始起伏，每一笔都画得很果断，没有左边这么犹豫，有一种歪歪扭扭的感觉，纠缠不清。这其实就是因为我更清楚解剖的位置了，所以每根线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心里更有底气。
同时吸取了平面系统没学好的问题，把比例位置画得更准了。但画到这一步还是觉得不够像我会发现少了点颜色，这个肌肉的起伏好像画得还不够微妙，所以再深入一次，我们就发现左下角这一张呢，肌肉的起伏画得更微妙了，线条之间也有一些颜色深浅变化了。我蓝线标记的位置就是颜色深的位置，没有标记的地方就是相对浅一点的位置，它看上去更有肉感。而我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了肌肉之间的叠压关系、转折关系。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跟右下角最后这张图有关系的。你看一下右下角这张图，肌肉的凌厉的感觉、膨胀的感觉、果断的感觉，是不是比左边更强烈一些？这不是我瞎编的，是有所依据。这里就要重点讲讲在肌肉上的叠压了。这一套图呢，是我以前在书本里面做的一个介绍，专门讲叠压这个透视概念。大家来看左上角这张图，这是我们正常去看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个自然远景。它之所以有空间感，就是像右图一样，一张一张的线挡住了后面的线，它们产生了这种轮廓上的遮挡关系，这个就叫叠压。在我们传统的中国绘画里，这种技巧经常使用。既然风景有叠压，肌肉有没有呢？当然也有。所以来看这张肌肉图，其实上面就充满了叠压的过程。我来描绘一下。来看这里，这是三角肌，三角肌有3块左中右3束，所以你看这个挡住了这个这一块又挡住了后面。用鼠标在这里画，所以难免有些歪歪扭扭的。当这个三角肌快结束的时候，被肱二头肌挡住了。当肱二头肌快结束的时候，这里有个微妙的遮挡，被长旋后肌从这里出来挡住。这里是这样的，那下面这里你看懂了吗？是不是同样也有这种遮挡叠压的关系？你看这块肌肉走到这里来，继续被挡住，再过来，这里有块骨头继续挡住它。所以人的身体上充满了这些遮挡关系。如果你能把这些关系都画明白，那么肌肉的空间感、体积感会显得更加强烈。明白了这个逻辑，再来看右下角这张图，是不是似乎有点懂了？而原作的画法，其实他脑袋里看得明白的、想得清楚的是右下角的状态，但他画的时候画得很含蓄、很微妙，画成了左下角这个状态。如果你想很好的画出左下角原图的这种状态，其实就需要把知识掌握到这种程度。你看，在前面这些临摹的过程中，我们分别了解到了比例、肌肉的模块、形体转折叠压的这些盲区。当我们把这些盲区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就突破了。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如何思考出这些盲区存在的。如果你有仔细注意到我前面的表述，你就会发现这个盲区都是站在平面或立体的逻辑上识别出来的。所以你对我前面说的那2套绘画技巧工具了解的有多深，你能够识别的问题就有多具体。掌握2套基本的绘画方法，无论是看书或者看视频，你看得越多，了解的概率就越大。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知识是完全藏着见不得人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找，脚踏实地的去学习，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当我们把这2套体系相关的书、相关的知识、相关的技巧都掌握的差不多了以后，你再来学习风格就会有得心应手的感觉，或者说你才有资格去玩这个试一试的阶段。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第2个阶段，找感觉。这个阶段其实就是看到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细节，别人示范过的细节，但自己没有画过的地方，该怎么去破解，就得去找，去尝试。但是感觉不会自己来临到我们头上的。这个试一试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忆那个见过的感觉，朦胧的去推敲模仿。这个部分通常是要去试手感的，我们得试一下这颗线条画不画得出来，颜色能否画得这么舒服。它就像是在一个有限的选择里面去尝试，和做填空题有点像，脑海里可能有7、8个词语，一个一个来试嘛，总能中一个。试的足够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部分细节是怎么画出来的了。如果你脑海里这些尝试一个都不中，那就说明你脑海里那些答案都不对，这就意味着又有一个新的盲区出现了。恭喜你，你又找到了可以突破的地方。
曾经有学生问我，绘画遇到瓶颈了该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同学在和我交流以后，我都识别出来了。他们通常连自己的瓶颈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大概率就会去尝试了。绘画又不是什么特别变态的技能，只要你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去试的过程中大概率都能试出结果。因为很少有人会要求自己画的和原图一模一样，在即将接近或者已经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大概率就会有所体悟，有所满足。而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过程，你发现了吗？你们突破的关键都在于首先能够找到盲区，这是我们发现问题的开始。你会意识到有一个你不知道的问题存在了。对于一个真正想要在绘画上有所精进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完全想不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存在后，我们怎么把问题的面貌给摸索清楚呢？所以这里就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盲区。我们生活中有信号盲区、驾驶盲区、扫描盲区。那么以驾驶盲区为例，你在车上看不到的地方，你得下车才能看到，对吧？或者在车外面装了各种摄像头，形成了360度全息视角，投屏到你的车机系统上。但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在车子里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你必须离开现有的车才能做到。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经典的悖论，质子悖论。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案例引用自哥德尔、埃舍尔巴赫，这是侯世达非常厉害的一本书。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A 下面的句子是错的 ，B 上面的句子是对的。大家看上面这两句话，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矛盾？如果其中任何一句话成立的话，那么 A、B 都不成立。那么书本里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呢？很简单，它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解释的。它把 A 和 B 单独归属于各自的系统，分别称之为 S1 和 S2。把它们俩组合在一起的这段话称之为 S3 系统。我们单独的念其中一句话的时候都成立，但是把两句话合在一起念的时候不成立。那么这个不成立的问题其实是 S3 系统的问题，这是 S3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盲区就是类似于质子悖论的存在，包含那个盲区的存在就是我们现在脑海里已有的认知，也就是近段时间互联网企业经常说的那句话：你赚不了你认知之外的钱，画画也是一样的，你画不出你认知之外的东西。不过侯世达这本书本意上认为是无法超越的，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我的认知，而他恰恰认为这种质子矛盾是智能或者说智慧体产生的一种必要。大脑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在不同意义层面上去认知同一个事情，对它进行不同符号的解读，而且它能够接受矛盾的存在，却不干扰自身的运行。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小孩子经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大人被问得不扰其烦。其实很多基本问题我们都回答不清楚，但不妨碍我们继续活着。这就是智能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而这种感觉呢，和埃舍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这本书才叫这个名字。巴赫有一首卡农，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听到了吗？它的结尾音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回到了开头的音，而整首曲的曲调是不断的往上走的。如果不间断的循环，就能给人一种无限升高的感觉，整个旋律走向是在往上的。随着音调的升高，音符的强度减弱，最终到消失，而同时逐渐增强最下面的声部，这就能让曲子的结尾回到起始的音高。这一点在埃舍尔的绘画里表现的也非常明显。你看他这些绘画，仿佛无穷无尽的在循环，你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空间。不过呢，由于我对数学的认知有限，所以这本书里每讲到哥德尔相关的数学的部分，我还是比较难懂的，只能通过他的其他案例来反向推敲那一段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如果有数学学得比较好的同学可以看一看，肯定能看到更多的信息。那回到咱们的主题上来，我们前面在试一试的阶段也说了这个盲区的探索方法，就是去探索我们两套已有的方案，这属于授人以鱼
不属于授人以渔。解决盲区最本质的方案就是去探索了解一切的他山之石。你可以是看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绘画视频，或者去找到画出过一些其他画面的画家去交流，也可以去看你从来没有了解过的教材，甚至那些答案可能都不在绘画里面，你得去相邻的学科，比如说设计、建筑、音乐、舞蹈，甚至再远一点的哲学。要知道，绘画史上最了不起的一次跨学科融合就是解剖和绘画的融合，它直接造就了西方古典主义写实绘画体系的强大。而我的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许多其他的知识都会帮助你重新思考什么是绘画，从心理学到管理学到脑科学，从雕塑到陶瓷到器乐，他们都曾启发过我对于绘画的原理的理解。你对这个世界了解的越多，你对绘画就了解的越多，你就越能够看到你的盲区存在。达芬奇，解剖学的鼻祖，兼修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工程设计。米开朗基罗，其实他首先是个雕塑师和建筑设计师，他其次才是画家。绘画是他用来装饰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强子。而康定斯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然后才是一个抽象画家。类似的案例太多了。这种跨学科的画家通常是颠覆式创新的。如果你只是把你的人生视野限制在绘画里面，是没有办法取得巨大突破的，因为盲区太多了。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你都探索的差不多了，那就意味着你对大师的技法其背后的思考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你知道他用了什么技巧，用了什么思路。接下来就来到了最后一步，破关键。破关键是最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决定你画不画得出来，但它其实也是最不重要的一步。当你画面中知道的、不知道的盲区基本上都开始了解以后，那这个破关键其实主要就是修炼操作了。它是需要沉下心去锻炼的一个东西。既然你都知道它是怎么画的了，怎么想的了，如果还画不出来，其实就是操作跟不上。操作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只能不停的训练。就我目前这么多年的绘画经验来看，在素描里面，操作界的天花板，蒙特尔必须算一个。那是我即使知道它是怎么画出来的，也仍然很难模仿出来的一种风格。它的线条太利索，操作太厉害了。这个熟能生巧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他绘画中很重要的一个美感。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的速写大师陈玉仙，你看他这潇洒的线条，没有很多年功力是做不到的。如果仅仅是从效果上来说，其实我有很多奇巧的方法可以模拟出类似的效果，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我心里还是蛮清楚的。为了讲这个知识点，我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临摹了一些大师的作品，我把这些过程简单的讲一下，来配合这期主题。我会仔细的跟你们讲讲那种细微的操作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临摹的安格尔的这张画，这是安格尔的原图，画得非常潇洒利索。来看一下细节，我放大了给大家看一看。像这地方的细节，线条使用的特别的干脆，非常漂亮，结构也非常准确，尤其是这张人脸，面部很圆润，很舒服，但是结构又非常的精准，操作难度蛮高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临摹的这一张，由于我临摹的尺寸比较小，面部的这些细腻的颜色已经很难模仿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基本比例啊、线条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整个临摹过程中，我临摹的最满意的就是手部这个地方。我们来对比原图一起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线条利索的状态，起手的大小、深浅的变化，我基本上都做得比较像了。不过我的工具整体颜色稍微浅了一点点，这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犹豫的地方。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其实取了一个巧的呀。我给大家看看我最开始的过程。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简单的给底下打了个草稿，画了一些模型线条。如果你不理解模型是什么，可以看看这一期视频，这当中有讲模型的概念。画了这个草稿以后呢，当然就有所准备，然后我再继续续画，刷了一些简单的线条，把黑白灰的位置给锁定了。那这个起稿的手感，我就知道这幅画我应该大差不差了。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勾线，再去一次性的去画，味道就已经准很多了。其实跟描稿子有一点点类似，这是有底稿加词的。但是安格尔的原图我仔细专详了，没有我这样的草稿，虽然我后面都擦干净了但还是在这里给大家交个底。如果是完全不打草稿画到安格尔这个程度，那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主要的差别就是一个形状准确度的问题，它需要很多年的练习才能确保你一笔下去刚好是这么长，比例不会有明显问题。
如果你的功力还没有到我这个水平，但又很想临摹大师的风格，那我就推荐下面这种临摹方法。这是我临摹的一个犹太人的速写他是德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徐悲鸿，对以色列的写实绘画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在他早些年在中东的时候画的一些速写，大家可以看看我临摹的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像了。当然我的尺幅非常的小，它每一张原图的大小大概是一张 A4 纸左右的大小，而我这4个加起来才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一般来说画的小的时候就更容易操作，比较容易去复刻，已经降低了操作难度了。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连它的位置、大小、比例这4张不同的画都临摹的一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取巧的方法。如果你了解了我之前的一个视频讲起形方法的，就会知道这其实运用了 sight-sight 法的一个操作，进行了等大观察。我先画第一个左右的等大的去对比去套，把第一个画的差不多了，那么剩下的这个我就可以互相比较。比如说我就知道他的鼻子原来在他眼睛的位置，那我画的时候就可以去定位了，对不对？比如说他的鼻子在这个褶皱结束的位置，那我也可以去套了，他的鼻子在褶皱结束的位置，就这样反复的去比较。其实按照这种方法来画是节省了力气的，它们互相构成了参考坐标系。这是一种讨巧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节省形状比例观察的问题。只要你的形状大致相像，准确度足够高，那么即使有一些笔触临摹的不够像，其实也有一个7-7-8-8的效果了。但你知道这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想再进一步真正掌握它这种笔触的运用方案，那就得像我这么来操作了。这是我另外一套临摹逻辑。你看，把这4个不同的小头像按照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深浅进行了处理。左下角第3张这个呢，我在画的时候把颜色减弱了，因为我如果画的跟原图一样黑，那这个空间感就不协调了。但你注意，最后这一个右下角这张老头子，我换了个方向，几乎是等大的换了方向了。换了这个方向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时候你想要对着它去抄就很难了，你必须深入的理解了它的用笔逻辑，才有可能临摹出来。但有些同学会说，我能不能临摹了一个画家的风格以后，自己去找一张照片，然后试着画出类似的风格？这其实是个误解。早些年我也干过这种事情，但这就属于把绘画的内容和绘画的风格进行了分割了。其实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也好，还是许多古典大师的作品也好，他们的绘画之所以有那样的味道，是因为他的模特，他画的那个环境，他画的那些服饰就是那个状态。每个画家的技巧是来源于他真实肉眼所见到的现实的，我们是从我们所看到的对象中提炼了这种线条，提炼了这种风格，而不是因为我这种风格所以画出这个东西。不要颠倒主次关系，除非你找的模特和他当时找的模特特别像，那你就可以玩这种类似的操作。OK， 这就是我推荐的第2重临摹境界。到这种境界，你可以逼着自己成为一个更了解他笔触逻辑的人，它会减少你偷懒的技巧。那么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案例，这个风格就相对没有那么完全的写实了，有一点点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弗洛伊德画的他母亲的一张素描，这是我那个星期临摹的最后一张画这张画就是想告诉大家一点点不同的点。像这种风格稍微特殊一点的，很多人会觉得他可能画的不够讲究，不够精确尤其是很多人曾经这么误解梵高。我一般都推荐有这种想法的人好好去临摹一下，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了。那接下来我说一下我临摹的感受。如果你仔细看，能够看到我这些笔触上面微妙的走向，它们有不同的方向。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方向呢？这其实就是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了一个巨大的体块。大家看，我在这里把它构想成一个几何体，这是一个很粗暴的理解。其实这上面的几何体形态非常的复杂，它想象的更细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的风格，仔细看原图你就会发现，它这些方向还有略带弯曲的变化，而且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变化的弧度不一样。你可以想象，它把这里想象成一个更复杂的泥巴一样的几何体，它的每一个笔触都在围绕着这个地方的起伏进行非常精确和细致的转向，没有一笔是随便画的。他很认真地观察了这个模特上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走向。所以像这种地方，连褶皱微妙的软弱下来的状态、折叠的状态都被他这种笔触的走向模拟了出来。
那我在临摹弗洛伊德这张画的时候，心里有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观察的太认真了，观察的太仔细了，他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敷衍，他几乎是全力的观察到了他每一个仔细的转折，这是对对象非常认真的一种显微镜似的观察。对比我这一张临摹的，你就可以发现我的很多细小的笔触其实临摹的还不够到位。那我接下来把我这两张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其实你应该会发现我有很多和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临摹到后面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心感觉到累了，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持久的认真的去观察每一个细小的细节。我自我感慨，当我去观察一张照片去画的时候，我做不到这个程度。当时有同学问过我，这样画画好累啊，为什么弗洛伊德要这样做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弗洛伊德究竟在干什么，所以接下来就为大家补充一下他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样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画了。弗洛伊德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孙子，左边这个年轻的小伙就是他，这是他和爷爷的合影。弗洛伊德现在可能被心理学界批判的有点多，毕竟他的很多论断和推导过程都充满了主观性，那是心理学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产物。当心理学和脑科学逐渐的结合的比较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心理学慢慢的成为了更系统的学科，大家都希望和这种草莽时代的学者撇清关系。但是接下来的观点可能是我个人的主观性比较多，我很难对弗洛伊德升起这样的批判。在我14岁左右的时候，我的情绪比较压抑，就打算去了解自己，看看心理学界的入门书籍，什么每天懂一点心理学之类的，看了不少。读的时候就发现兴趣越来越大了，不能满足我了。有一天就在书店里找到了弗洛伊德的书，这就开始阅读他的书了。那个时候书名叫做《精神分析导论》，它是弗洛伊德一系列论文演讲的合集，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先后排序，是精神分析学派非常重要的开山之作。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经受过了严格学术训练的人，看他的文章不免会被激怒，有些推断的过程过于草率。只能说弗洛伊德他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敏感和一种先知先行的尝试，他没有用系统的实验和各种方案来阐述，所以显得有些草率了。但他这种带点自负的勇敢，使得他可以走到很多实验所不能触达的概念区域。他这一整套理论对欧洲当时相对保守的社会风气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如果说启蒙运动是去神的过程，那弗洛伊德就是把人的底裤都扒掉了，让所有人都知道原来我们内心里有如此阴暗的想法。通过他对大量精神病人的调查过程、分析过程和治疗过程，他告诉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奇怪的本能或倾向，这和你是贵族还是平民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有。当然，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不亚于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和冲击，但它有个更内核的体现，就是他对普通人的关注。虽然今天站在心理治疗的角度上来说，他的很多关注点都有点高高在上的俯瞰，但是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在那个工人每天从早到晚工作、起早贪黑的年代里，普通民众是没有什么精神需求被满足的，他们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人在乎他们。资本家们的精神世界有的私人去满足，但是打工人就如同蝼蚁一般，没有人正眼看过他们。突然有这样一位心理学家告诉你，我很关注你的情况，他还告诉你，你这些的所有情况每个人都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也一样。你那些看上去荒诞的有违人伦的梦或者倾向，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种持续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价值了，即使他有点高高在上，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是绝无仅有的曙光。那他的孙子弗洛伊德深受其爷爷影响，一辈子都在画他身边的普通人，甚至是精神病人。在弗洛伊德之前，学院派很少有人把这些普通民众当成一个值得描绘的目标，他们整天都在室内画着帅哥美女，对这些身边的人不屑一顾。这些普通甚至有些病态的躯体怎么会有美感呢？但是弗洛伊德他从20多岁就开始一直在画，他知道这些看上去有些精神病的人和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他们才是更本质的，他们更坦诚地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状态。许多给弗洛伊德当模特的人和他关系都很好，做了一辈子的模特。在弗洛伊德真诚而细致的关注下，这些模特第一次意识到有人这么认真地在看他们，双方构建了一种奇妙的治疗关系。因为认真地看，不再有批判色彩去看，把那些看上去有些畸形的部位认真地描绘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尊重。而且很多看上去正常的人，在弗洛伊德的笔下也变得和他所描绘的精神病人的状态差不多了。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的模特们，我们都一样。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弗洛伊德这个形体有些过于夸张了，其实不是的。永远要记住，画家只是诚实的画出了他内心里所看到的。我给大家放一些19世纪的精神病人的照片，你就可以发现他们面貌上的肌肉是有一些奇异的。因为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病人大部分放在今天角度上来看是器质性病变的精神病状态，相当一部分是先天结构导致的。一个不能够正常表露或掩饰自己情绪的人，他对面部肌肉的控制也一定会产生对应的效果，不像电影里的那些精神病人都那么帅那么漂亮。如果你有认真的看过，你一定会深刻的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真诚。他的整套绘画价值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许多画家，中央美院的刘晓东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看我这样把弗洛伊德的整个人生价值梳理出来，再来看看他的绘画，是不是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呢？再重新看这张素描，你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费力的去画每一个肌肉了呢？这一切都源于他对模特真诚而深刻的关注。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3类研究方法，是专门研究那种风格有点特别的画家的。破解一个人的风格，本质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框架去理解他。前面那套平面的逻辑也好，立体的逻辑也好，都是传统写实绘画界里面比较通用的一些套路。而无论是到了西方19世纪印象派之后，还是到了中国18世纪末扬州八怪之后，大家都进入到了艺术史的自觉状态，就是每个艺术家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绘画是要和前人去比较的，是需要去突破和创新的。所以形式风格的演变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这里需要提出一组概念，叫做观念和形式。你可以把形式看成是一种容器，观念则是这个容器里装的东西。这种从古典的写实绘画一直到印象派这种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的绘画，他们的容器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比较看重这个形式约束。但为了打破前人的枷锁，绘画的观念自身有扩张性，它最终渴求的是希望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住它，从而使得形式本身可以成为内容，甚至最后连形式都不要了。所以到了毕加索、蒙德里安绘画的时代，写实就走到了一个头，再往后走，绘画就被彻底的从平面图形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了一种观念艺术。观念把绘画这个形式给杀死了，获得了彻底的无边界束缚。它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个装置，甚至可以是任何东西。那仅仅站在临摹学习绘画的角度上来说，我这个视频里讲的就是如何临摹一种偏写实的绘画。你可以粗暴地理解为印象派之后的像毕加索、杜尚这种抽象艺术、装置艺术，不在我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那么根据前面讲弗洛伊德的这个案例，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想学习一种新的偏写实的绘画风格，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画家的核心观念，弄懂了他的观念，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比较好的案例应该是去讲莫奈和梵高的油画，但是由于我本人一直专心研究的是素描方面的知识，所以我这里讲的是素描作品。那么接下来聊一聊修拉，我以他为例，讲讲这种特殊风格怎么去思索。如果你不曾忘却高中历史课本上这一章大晚岛星期天的下午，那你肯定还记得修拉的风格叫做点彩派，画面中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点。那他的素描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为何要认为这个世界上全是点呢？这是受到了印象派的启发，受到了当时光学研究的启发。他发现颜色其实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是同一种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那些看上去逼真的颜色背后是有一些基本元素存在的，也就是说肉眼表面看到的都是假的。这给当时20多岁的修拉带来非常强的启发，或者说给了他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让他去画自己想画的。所以他首先就用点的方法打破了这个轮廓的封闭性。但是修拉不是第一个想打破这种封闭性的人，此前伦勃朗在他的铜版画里面也经常这么做。恰巧伦勃朗也是一位非常强调光线的画家，但是他的光线主要是一种舞台光，用来衬托主体的。在他的素描手稿里会把这种线条画得很潦草，来配合这种光线。回过头来看修拉，你就会感觉他的不一样了。简单来说，伦勃朗的素描里面光线是配角，主角仍然还是人；而在修拉的绘画里面，人是配角，光线才是那个主角。我能得到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修拉人生的理解。接下来我把我收集到的资料按照我的逻辑脉络把它梳理一遍，这样子我们就能看懂修拉的绘画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了。我把他的素描人生分为了3个阶段。早期的古典主义阶段，这个时候他是个青少年，在学院派里面接受正统的绘画教学。这是他早期临摹安格尔的绘画，可以看到很多线条用的还不够流畅，还没有把握那个
以圆润造型为主的安格尔的审美精髓，对肌肉解剖的理解也相当粗糙。仔细看他肩膀的位置，这个背部的肌肉就明显有问题。但随后在他严格的训练和学习中，他慢慢的把古典主义这一套的人体学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可以来看看这2张，肌肉画得相当扎实，用手去敲，仿佛可以在上面敲出声音，比例大小也相当得当，颜色刻画的细腻真实，就算是放在苏联绘画最巅峰的时期，这也是一张可以在列宾美院拿到金奖的作品。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把古典绘画的学习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了。但还没有等他继续学习，战争就爆发了，他开始去服兵役。一场意外的战争迫使他走出了古典主义的画室，在户外开始画画。他只能携带几个书写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抽空去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画得很精细了，只能画一些相对简单的草稿。在长时间画这些现场写生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花很长的时间专注的去描摹轮廓了，因为人会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光线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意识到自己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在真实的大自然世界里用不上了，所以有段时间他也会回过头来临摹这些小头像，这里面好几张都是一些古典大师的头像，回味一下自己在学院派的巅峰时刻。但人总是要回过头来面对现实，他开始尝试去画一些风景，他发现涂一些颜色，不那么去描摹轮廓，好像也能够传达信息。单纯的剪影似乎也传递了一种以前绘画传递不出来的氛围感。在大自然界有一种丁达尔效应，它会模糊物体的轮廓，强光照射下被物体照射的轮廓会形成光晕，所以如果要表现光，轮廓是要做出一部分牺牲的，它不可能一直那么清晰。如果我们深入花很多年时间学习古典绘画，你就会从古典绘画的学习中感受到那种庄严的树木，无声的壮阔。我们看来这些绘画，你就会发现古典素描里面都流露出一种厚重的结实的雕塑感，这是一系列特定比例和肌肉描绘方法导致的。更重要的是骨子里的，他们相信人体之中存在着一种上帝留下来的超然美感，那是一种超越的永恒。但此刻在修拉这里，他发现了新的永恒，那就是光线。在风景的描绘中，他开始像莫奈一样去追逐光线，不过莫奈是真的在追逐光线，修拉则是静静地看着光线变化。修拉在这日复一日的风景描绘中，决定和以往的绘画做一个告别。他越来越确定绘画还有另外的选择，于是决定全面的去拥抱对光线的描绘。那么在这张绘画里，他就主动的选择了光线。在这个人物的描绘中，这些人是不可能站这么久让他画的，必然是现场画了草稿以后回头加工出来。他在家里主动思考绘画的过程中选择了这种风格效果，这就开始慢慢的化被动为主动了。到了1883年创作这张油画时，修拉开始在油画中也拥抱这种光的描绘，这是他刚才那张完成品的一张色彩草稿。我们还可以看看他的完成品和素描手稿的对比，你会发现修拉素描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光感比色彩更好，有一种更强烈的朦胧光线照射的效果。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素描作品，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物身上的肌肉起伏、骨骼的变化仍然还隐隐约约的存在其中，这些都是古典素描绘画里面留给他的潜意识。到了第2年开始创作那幅名画《大丸岛星期天下午》的时候，修拉对素描的理解又再进一步。你可以看到此时他为了这幅画记录的创作手稿里面，人物变得更扁平了，身上的起伏变得更微弱，他牺牲了体积感，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就是画面中更强烈的装饰感和光线的味道。修拉在有意识地强化光线的味道，到了这一步，画面中的人物才彻底地成为了光线的配角。而与此对应的，他的油画笔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彻底变成了点彩的效果。什么叫点彩啊？在色彩的绘画世界里，有2种调和颜色的方式，一种是混色的，就是把2种不同的颜料混在一起调和，调好了以后再去画；另一种就是颜色调都不调，把它们并列在一起，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它们俩好像融合了，这就是并置效果啊。借助这个理论，修拉可以几乎使用纯色去绘画，但是借助这个原理，使得你误以为画面中有很多的灰色效果。修拉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的素描也走到了这一步，他终于彻底的放弃了对体积的追求，这也是传统古典素描里非常重要的核心点。修拉到大丸岛星期天下午这张画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完成了风格的转型了，开始了熟练运用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一个画家的风格开始成熟的标志。从前期的无意识运用到有意识的运用，并开始进行明确的设计。一般来说，下一个阶段就会开始返璞归真。
但修拉还没有活到这个阶段就早早的去世了。听我描述完这些时，再看看修拉的绘画，是不是不一样了呢？你是否更加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对于临摹他的绘画，你心中会有一些什么样大概的想法呢？那刚才这段过程其实就是我压缩了很多过程探索后得到的。如果你想弄明白一个人的核心理念，就需要去看他的生平传记，看他的各种作品，找到他历史上的脉络，研究他本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尤其是他的采访。19世纪的画家离我们还算比较近，所以资料相对丰富。那么这就是解决第3类风格，也就是那种和古典写实风格有点偏差，更偏向写意，更偏向个人情绪的画风的学习方法。最后，在西方的素描绘画史上，作品风格和古典体系脱离明显，乃至于用平面和立体这2套钥匙都不好打开的风格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核心逻辑已经不在这2个体系之内了。他有一套和古典体系有着明显区别的自己的绘画体系，前面的修拉和弗洛伊德都是其中的代表。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画家，我把他们分为了几类。一类是画自己所见，比如说修拉、梵高，这一类绘画的驱动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在持久的观察中感受到了那种特殊的效果存在。另一类是想到了，比如说雷东和达利，他们画的就不是自己眼前所见的，而是心中想象的东西。还有一类是自己亲身经历到的，比如说科勒惠兹和亨利摩尔，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这些画家我不再进行一一讲解了，你们也许会有自己的感受。如果你对这些画家都有所兴趣，可以尝试自己研究。那我在这里首先要补充的一点是，无论是画出自己看到的，还是心里所想象的，又或者是亲身经历的，画家们只是诚实的把这些感受描绘了出来，他们不是编造出来的。许多学画的同学像我刚开始想要画出自己风格的那个阶段一样，总是想把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改一改，变成某种效果，总要对自己画出来的东西进行刻意的改造。但这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是当初老师的教导，还是各大艺术家的传记中，都可以发现这个普遍的事实。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很诚实的描绘了出来。与其说他设计了这个风格，倒不如说他是被自己内心里的感受推动的画出来的。他只是真诚的表现了这一切，不要去强求风格。我们看到的感受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就真实的把它画出来。真诚才是最有力量的，编造出来的细节一看就很假。好的，同学们，这就是我关于学习大师风格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好的，都看到这里了，记得来个一键3连。还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和干货都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搜索维维老师聊绘画，在上面也能找到我的私信方式。如果你有什么绘画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和我私聊。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